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1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国新国防部长对华更强硬，中美军事对峙升高啊。那么我们讲军事题材的话题不太多，但是军事题材很重要，军事非常关键啊。这两国对抗对峙的过程当中，军事力量往往起到的是决定性的作用啊。那么我们今天讲讲美国新的国防部长。美国新的国防部长是11月9号啊上任，那么到现在总共10天时间，这10天时间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没有零零星星的讲，我今天其实是想把他上任以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和中美之间以及美国大选期间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结合在一起来看，我们会看得比较清楚。看得比较清楚的是什么呢？就是川普总统为什么要换国防部长啊？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之前认为川普之前是因为 Esper 在这个6月份的这个 BLM 事情上的一个不满意，但是你从这次米勒的行动来看，就不完全是那个啊，不完全是不喜欢他那个表现。其实你看米勒的行动，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换他啊。我们先讲讲新闻。代理国防部长米勒11月18号宣布，根据国会和总统授权，即日起，美军所有的特种作战部队和情报机关情报单位直接向他本人汇报工作，并且由他本人直接管理。他说，国防部要因应重大挑战，适时做出调整。这是一个就是国防部长直接管特种部队，直接管这个情报部门这个以前没有过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肯定你想一下，对于一个军队来说，情报部门和他的特种部队是什么？是一个机要单位，这个机要单位由国防部长直接管理，说明什么？说明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现在的局势比较微妙，也比较关键所以需要掌握情报，也需要掌握一些机动性的、关键性的力量。这是第一个，就是现在的 situation， 现在的状况很关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米勒其实是想通过这个行动来向外界展示什么？展示美国军队、美国国防部应变现在突发状况的一个能力和决心这是他有两个意图那么从这个米勒这10天的行动来看，川普总统对这国防部的要求应该是你可以看出来的行动第一个快速，非常的快，雷厉风行做了很多动作。你想10天时间，你说熟悉情况也得需要很长时间，可是他没有上来就动第一个快速行动，第二个更加强硬，而且防止意外。我们再把这个情报单位和这个特种部队直接拿着手里，这就有要防止意外的这种意思我们从这个行动来看，就是说川普更换 Esper不是意气之争，不是说你那表现我不满意，不是说你那次表态没表态好我不高兴，不是的说明什么？说明 Esper 没有达到川普的要求，就是国防部军队要符合川普的要求。那么川普有什么要求？我总结了一下3点。第一，行动要有针对性；第二，要有力度；第三，聚焦中国。所以呢，你看米勒在11月16号给国防部的成员发了一封信写这个告诉他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他列了国防部的3个工作目标。第一个，结束美军在阿富汗和中东地区的战事要把那个地方抽回来，把部队从中东和这个阿富汗抽回来为什么？原因很简单，
聚焦啊，把拳头收回来，为了是干什么？打主要的敌人。这共军经常描述的，从中东、从阿富汗收回来。这第一个，结束中东和阿富汗的战事。第二个，实施国防战略啊，国家的国防战略，改革国防部的运作，迎接大国竞争和未来战争环境，就是要调整，快速的调整。美国国防部要调整，美国军队要调整，美国军事战略要调整，美国军事部署要调整。这是第二啊。第三，参与政府应对跨国威胁。这讲的是谁？就是中国啊。那么米勒是特种部队出身，所以他说我直接指挥特种部队啊，因为他了解他们啊，参加过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他上任的第一天，他就警告，他这个警告很特别，他说美军能够在72个小时之内摧毁中国所有的军舰、潜艇，还包括什么？包括伪装成商船的武装渔船。还上任第一天就警告啊，所以你看，他是带着川普的使命来的啊，他是要实现川普的政治意图的。那么这个米勒的这个警告是美国国防部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警告，就是我3天之内把你所有海上力量全部摧毁，一点问题没有。这是米勒讲，就以前美国没有从来发出这样过的警告啊。那么当然米勒的这个警告也是有针对性的，为什么哈？8月26号中国在南海军演啊，那么从这个一个是从什么呢？从青海、从浙江分别发射什么东风 21D 和东风 26B 的导弹，击中了这个海上移动目标啊，这个 26B 称为这个海航母杀手。然后前2天这个南华早报就引述这个空军的退役大校，北航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叫王香穗，他在这个一个闭门会议上讲什么呢？讲这2枚导弹击中了南沙群岛南部海域的移动靶船。他说中国呢这个举动是警告美国不要进行军事冒险，会触及中美对抗的底线。因为当时这个美军是有航母舰队在南海水域啊，在南海水域，所以这个话呢就是其实是做一个解读，其实通过这种解读向美国发出信号啊。那么米勒是针对这个的回应，但是他不仅仅是讲话，他来做真的回应。什么回应？美国国防部11月17号宣布，美国的一艘驱逐舰成功的拦截了一个洲际弹道导弹。这次测试这种测试成功反映了反导导弹项目的一个重大成就，具有里程碑意义。国防部的声明说，海军的一艘有反导能力，就是海军的这个驱逐舰有这个宙斯盾的系统，装了宙斯盾系统发射了一枚美国雷神公司和三菱重工联合研发的叫标准3 2A 的导弹击毁了一枚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的弹靶那么反导导弹是在夏威夷东北部海域拦截这个靶弹是从这个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实验场发出来，然后在夏威夷东北击毁的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乔恩·希尔 John Hill 他这么说，他说标准3 2A 导弹针对的是中程导弹的威胁。那么这次测试证明这类导弹具有拦截洲际导弹的能力，
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海上就是海基就是在船上有陆基，陆基在陆地海基就是要么在舰艇，要么在潜艇发射的这个测试那么以前美国做过同类的测试，就是反导导弹的这个测试，但是以前都是在这个美国境内的地下发射井。那么现在在这个驱逐舰上发射，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在全球各地进行这种拦截所以你可以看米勒的上任以后，他很多的行动都是有针对性。美国国防部11月17号宣布，与几家稀土元素生产厂家签订了一系列的合同协议，巩固美国本土的稀土供应链，减轻对中国这个稀土原材料的依赖这就是之前讲的中国有3大武器其中有一个就是稀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昨天美国有2架超音速重型战略轰炸机叫 B1S 从美国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然后一直飞到这个台湾东北，一直进入中国东海，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那么这2架这个重型远程战略轰炸机带了2架加油机在菲律宾海进行加油，然后这个美国国防部说美国军机的确在那个区域执行任务，他们的飞行区域是国际空域，没有进入中国领空那么解放军派了2架战斗机拦截。昨天中国的微博上有一段视频，1分钟左右中国空军飞行员就是向这个美军轰炸机飞行员喊话，请立即离开那么以往美国通常是派什么呢？派侦察机沿着中国的沿海飞进行战略侦察，或者我们叫战场扫描扫描地形地貌进行战场扫描。扫描地形地貌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发射巡航导弹，必须有地形地貌进行识别，它才能够沿着这个飞那么你这次从关岛派一艘重型战略轰炸机飞到东海去2架飞机一起飞过来这明显是展示力量进行我们这就叫战略威慑战略威慑。这是一块，还有一个前天美国海军部长叫 Kenneth Braithwaite 他说呢，他提出来，他说我们应该在新加坡基地美军在新加坡有一个基地美国在新加坡的基地是4艘停靠4艘军舰那么应该组建一支新的海军舰队，以便全面的应对美军印太司令部面临的挑战我先把这个说完，这个蛮重要的他这么说，他说我们希望建立一支新的编号舰队，我们希望把这支舰队部署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交界处，我们的印太司令部将留下真正的足印。这个布雷斯维特说，中国人在全球各地展现了他们的侵略性。自1812年第2次独立战争以来，美国和美国主权还从来没有遇到像今天这么大的压力这个话说得很极端他说美国不能单靠在日本的第7舰队，而应该部署一支新的舰队，它可以提高更强大的威慑，直接抵达盟友需要帮助他的位置目前美国有7支舰队1、2、3、4、5、6些编号，那么他们的司令部一个是在日本日本的第7舰队，还有一个就是在圣地哥的第3舰队，以国际日期变更线为界，一个负责东太平洋，一个负责西太平洋
那么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潘德说，他说美国做这个动作，就是在新加坡设一个新的舰队，是什么意思呢？是向盟友发出这样的信号，说我们会留下来的，不是说说而已，还会行动。兰德公司是个战略分析机构啊，他说美国可能会寻求扩大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啊，作为抗衡和中国竞争策略的一部分，而且印度也越来越需要美国的支援啊。那么我的看法就是，如果美军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基地，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兰德公司不靠谱啊，看法不靠谱。美国如果在新加坡建立一支舰队，部署一支新的舰队，意味着什么？非常简单，美国需要东南亚，美国需要东盟的支持。你看一下地图，你就知道，中国的北边是蒙古和俄罗斯啊，西南部是印度，然后是印度巴基斯坦这一块啊，再往南是什么？就是东南亚了啊。那么东边就是日本。你看，如果美国获得东南亚国家的支持，那这个包围圈就很完整了啊。所以从战略上来说，东南亚是中国的后院，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非常强啊。那么东南亚也是美国的一个短板，但是对美国来说，东南亚非常关键，因为整个的南海区域旁边就是东南亚，所以美国需要东南亚。东南亚其实也需要美国，为什么？因为对于东南亚来说，旁边有个巨大的中国，它有中国对东南亚有政治上的压力，首先是政治上的压力，然后是经济上的压力，最关键的是有军事压力，因为中国和越南打过仗，所以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是非常有忌惮的。大家知道军事冲突意味着什么？我们网友经常讲，张嘴就说打起来啊，不是那么简单。国与国之间一发生战争，可能会灭国的，所以这军事力量的威胁是非常根本性的啊。如果美国在新加坡设立一个军事基地已经有了，但是你没有军事力量不行。你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舰队，意味着什么？美国就在这里存在了。为什么？新加坡是什么？新加坡是东南亚的心脏，是马六甲海峡，扼守马六甲海峡。你在这里放一个舰队，那这个军事存在和对印度洋当然有影响，但是那还是遥远，那就直接美国就在东南亚发生了存在，就是美国的存在已经发生了。对东南亚国家，那是不一样，那是完全不一样。一支舰队可以打一场战争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如果在新加坡部署一支舰队，和日本的舰队遥相呼应，左边影响什么？影响东南亚，右边扼守整个南中国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据点。所以至于说印度洋，你想，如果你能实现这么大的战略目标，印度洋能不能实现，那就是顺便的事，搂草打兔子嘛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就非常关键的信息。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如果要做这种战略实现，它有没有这个能力？那它就要建更多的军舰。所以我们看一下传统基金会啊，11月17号发布了一个2021年美国军事实力的指数的一份这样的报告啊，我们看看美军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啊？那么报告先分析目标啊，威胁是什么？对美国重要国家利益构成挑战的这个行为体的能力。过去1年，他分析啊，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以及中东和阿富汗恐怖组织
对美国的利益实际或者存在潜在威胁。报告把威胁分为严重、高、低5档。总体上来讲，美国重大利益受到的威胁是什么？是高。这个5档里面排第2，就是严重是最高，然后是严重，然后是高，然后是低5档，它排第2。就是也就是说，美国的重大利益有受到威胁，而且很严重，而且很厉害。然后这是一个，然后传统基金会认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全面的威胁。中国在持续的实现军事现代化和扩张，特别关注空间，就是太空空间、网络、人工智能能力大家你看高科技这块就来了报告说，解放军继续把势力范围和军事活动扩大到邻近地区并进行更大规模的、更全面的演习，包括在台湾附近的东海进行实弹演习，在南中国海进行更积极的海空巡逻那么报告认为，中国的行为是侵略性的aggressive， 和日益增长的能力是可怕的formidable。报告还提到俄罗斯仍然是美国在欧洲利益的主要威胁，也是美国面临的最紧迫的威胁。中国是最全面的威胁，俄罗斯最紧迫的威胁。为什么？这两个用词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的军事实力那比中国那强不是一星半点强很多强很多。但是俄罗斯的国力不行，它军事能力很强军事能力非常强。就是说，从目前来看，你能挑战美军的，也就是俄罗斯军队这是第一个。但俄罗斯军队是有能力的包括它的武器装备水平，包括它的核武器能力，包括它的战术训练水平都是很高的俄罗斯是一个军事能力超强的国家，这是一个。但是它国力不行，所以你说它能打仗是能打，但是它能打多久就不好说了，因为它可能会经济崩溃这是一头。另外一头，中国这边，中国的国力比俄罗斯强很多，因为它经济实力强。中国是第2大经济体，那比第3大那大很多所以它的整体国力会比俄罗斯强很多。但是中国军队不行武器装备、整个训练水平到整个的国家这个军事组织能力都不行，很落后，不是不行，是很落后。它有某些领域它有一定的进步，比如说空军，比如说它的一些导弹，这些战略性的武器是有进步，但是它的整体实力还是很差。所以传统基金会给他的描述是，中国是全面性的威胁。全面性的就是军事上有威胁，政治上有威胁，地缘政治有威胁等等。他把这个威胁变成就是能更完整的展示他的国力，所以他的两个描述不一样好，我们来看看美军的军事实力到底怎么样。他把美军的实力等级划分为非常强、强劲、尚可就 marginal 薄弱、非常弱5档。然后他报告认为，按照目前的当然他不是说自己跟自己比，他为什么要描述前面的威胁？就是你要和你的威胁相匹配，你的军事实力，你不需要说我要维持个超强军事实力，如果你威胁没多大，你不需要维持那么大的军事实力，你的军事实力要和你受到的威胁相匹配。所以他上来是分析什么？分析美国的利益受到多少威胁，然后他就开始以这个为前提，以这个为指标来分析美军的实力报告认为，按照目前的情形，美国军方只能勉强满足维护重要国家利益的要求他一个一个评价陆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
评级均为尚可 marginal 啊。陆军致力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以应对强大的实力竞争，但它的项目仍处于发展阶段，完成部署还需要几年时间。至于空军，飞行员短缺和飞行时间缩短，削弱了空军满足暂时需要的能力。海军的评价是尚可，也是 marginal， 趋向于薄弱。为什么？因为海军和竞争对手之间的技术差距在缩小，而且海军的这个军舰的老化速度比替换的速度还要快。核能力也是尚可 marginal， 趋于强劲啊。那么至于2020年年中，美国已经组建了一个新的太空军，这是川普总统的命令啊。美国太空军仍然在组建过程中，人员数量很少。鉴于太空军的初期状态，传统基金会没有对太空军进行评估。美军的总体军事实力评级是尚可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目前美国的军事实力可能有能力满足单一重大地区冲突的需要，同时也能参加各种存在和参与活动，但很难做出更多的努力，而且没有能力处理2个几乎同时发生的重大地区突发事件。什么意思？就是美军可以应对单一的重大地区突发事件，比如说台海发生事情了，这个他应付这个没问题，但是不能2个地方同时的话，他应付不过来。所以你可以看美国国防部在做什么，从中东收缩，从阿富汗收缩，他为什么？他把拳头收回来，他要应对单一的地区突发事件，这些事情之间都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过去一段时间，美国更换了这个国防部长，然后做出的一系列的军事上的安排，我们大体上梳理了一下，总结2条。第一条，川普总统换国防部长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快速的进行调整，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但是他并没有做出更有战略性的调整。他现在的调整是什么？是针对已经发生的威胁进行。你比如说很简单，稀土。当你2个国家对抗的时候，如果你的其中一个战略物资捏在对方手里，你会是什么情况？所以他做的很多都是非常紧迫的动作。与此同时，他在一些关键的领域开始做出一些部署，比如说提出来在新加坡建一个新的舰队等等。这是第一个，就是快速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新的国防部长是带着川普总统的政治任务来，这个政治任务是什么？更强硬、更积极、更迅猛的对待中国，大概就是这样啊。那我们这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请大家还是要养成这个习惯，前面加2个字好吗？这样方便我们整理。 OK， 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看看大家今天有什么高见最近有点高产，最近高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开始调整这个模式我也在慢慢的摸索就是说我们把每天的新闻专题，就是现在这一档做新闻专题进行一个更加完整充足的时间来做一个新闻专题。同时我们应对每天的突发性的新闻，我们做一些相对短的新闻的直播新闻的直播我们就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长度，我们基本上是有多大的事儿我们就说多长时间，说完就完
啊，就这样啊。好，明谢。情况，王老师，昨天刚刚听你说，现在国内的控制，一是无痕施政，二是不搞一刀切。结果今天在国内的微信群就听到了，王老师威武啊。OK， 哦，已经传进去了是吧 ？OK。现在是啊，我也听一些朋友说起啊，说这个有一些网友把我的视频变成声音，在国内传播，有些直接把这个声音变成文字在国内传播，都有，我都听说了啊，都听说。我们做节目还是希望产生影响啊，那么我们也支持这种动作啊。观点：美国这次重组舰队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完全封死中国在海上的石油航路，从日本一直到马六甲，再到伊朗的港口，为了一旦真的开战，就切断中国石油供应，从而极大削弱中国的战斗力。除去重组舰队，美国海军还预计在珍珠港重建一个维修厂，以便修船。OK， 观点。美国和俄罗斯18年在中东已经有过较量，俄罗斯在叙利亚除了丢人现眼还是丢人现眼。 OK， 请问中国的军队腐败实力弱，那么俄罗斯或者是前苏联的军队实力强，是因为不腐败吗？还是腐败但是实力强？这个逻辑上这个逻辑游戏哈，俄罗斯的军队到底实力强不强？我讲的俄罗斯的军队实力强是基于他的表现而言啊。那么他到底腐不腐败？老实讲，我真不知道，因为我没关注啊。那么中国军队腐败我很清楚啊，所以你拿中国军队作为参照系，说俄罗斯强，是不是他就不腐败？不知道，我不好说。因为我们只是看到一些现象，没有看到它里面的东西，所以我讲不了。观点：哈尔滨政府鼓励房地产商让利促销到年底，影响房价，开发商对高位接盘的维权业主腰杆也硬了，向业主科普房产是市场商品，有涨有跌。我觉得对于高位接盘的人群是心理和经济上的巨大压力。未来那些背着房贷的中产，如果家中老人社保又出问题，我真不敢相信他们要如何面对。哈尔滨政府鼓励促销，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啊，但是对于高位接盘的业主维权来说呢，愿赌服输嘛。你买了，你在哪个价位买，别人降价还不行。你去菜市场买菜，到了下午菜场的菜贩子也会降价的呀，是这样的，就你得随行就市。你说我不想买，那你可以不买，没有人强迫你。我对所谓的这种维权，我一点都不支持啊，我一点都不支持。为什么？你签了合同嘛，你签了合同要认账嘛，你不能啊，那涨了你是不是要把钱退回给开发商呢？你也没有退啊。所以我觉得，我不是说我不同情他们的处境，我同情他们的处境，但是我不同情他们的行为，因为这个行为本身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你跟开发商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开发商降价，你说你要去维权，你什么权？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权。所以你所谓的维权这个是不成立的啊，所以我不同情，我同情他们的处境，就是我生活很困难，但是你生活很困难，你为什么要去买房呢？你不租房不行吗？这个讲不过去的嘛，是不是？所以如果你真的生活有压力，就劝你那句话，就别买嘛。没有，我想一下，我大概是30多岁我才买房。我之前我也没睡马路上，对吗？大家不都这么过来，非得买吗？情绪大选来，看到持不同观点的同胞在各个场合相互扣帽子、贴标签、党同伐异，我心里很绝望。
如果连民运华人都不能相互包容、相互聆听，这个民族还有未来吗？暴政必亡是现代政治学的基础，但不能包容意见的我们，会否在一个暴政结束之后建立新的暴政？感谢还有王老师这样的中立的媒体，在观点已经极化的环境发出理性的声音。理性和包容是自由的种子，播种者躬耕不坠，自由之花必会绽放。感谢这个节目让理性的人看到希望，谢谢啊，谢谢。我讲过很多次啊，这个话我再讲一次啊。这次美国大选让我看到了中国人的民族性啊，也让我看到了人性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倒没有绝望，我只是觉得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会更多，我们需要做更长远的计划和规划，要更有耐心去做节目，去做工作啊。中国人忍不住啊，这种民族性是忍不住的。你说2句话就把他们改变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需要一个更漫长的过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也可以把坏事变好事嘛啊，通过这一场这个美国大选，所有的人都充分的表演充分的表现啊。那没关系啊，做错了我们反思嘛，就是大家都看到了，其实所有人都看到了，但是所有人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对方，没有看到自己啊。等事情过去以后，有一部分人除了看到对方以外，也会看到自己，那这部分人就会慢慢的明白这些道理啊。所以我觉得，不完全绝望，我觉得会有失望，会有的时候甚至很痛心啊。那么有一些我们平时很尊敬的一些大 V 们啊，表现实在是让人这个大跌眼镜。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他们也是普通人嘛，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他身上的这种民族性、这种人性的弱点也很正常啊。所以，不必把问题看得那么极端，我们看这件问题本身也不必那么极端啊。观点：国内一个很好玩的事情。美国说中国加入 WTO 谈判是答应开放汽车市场，允许独资汽车企业在中国生产销售，为什么没做到呢？美国给中国压力后，终于特斯拉独资了，然后特斯拉用了中国配件降低了成本，一直在降价卖，汽车普遍便宜了，这不是美国在帮中国老百姓干实事吗？美国政府一直在帮中国老百姓干实事啊，只是中国老百姓不卖账而已啊。降低关税对谁有利啊？对中国老百姓有利啊。中国政府天天骂美国侵略，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国老百姓在中国政府后面摇旗呐喊，其实是最傻的行为。为什么？降低关税对谁有利？对老百姓有利啊。你打贸易战一加关税对谁有利啊？对老百姓不利啊。所以开放市场，我一直讲过，开放市场是什么？开放市场就是提高国内市场的竞争度，只要竞争度一提高，价格就一定会下来，价格下来谁得益？当然是老百姓得益。所以老百姓不知道这个事情啊，大部分老百姓不懂得这个道理啊，那就在那摇旗呐喊，跟着一起骂啊。问题：如果川普没有连任，现在军事动作还有价值吗？关于大选问题，到最后会不会出现民主党抛弃拜登自动退出？我们不说这种假设好吗？这种假设没意义。所有的川普总统在他任内做的所有的安排，如果他不连任，拜登如果接任的话，他是有权利做出更改。我按照我需要去进行调整，这都是每一届政府的权利啊，他也会这么做啊。因为上一届政府的行为我不一定完全认可啊，我有些完全撤销。你比如说 TPP 我就完全退群啊，比如说这个奥巴马的这个医保我整个的改掉它都可以啊，每一届政府都有自己的政治理念，
然后根据自己的政治理念去制定它相应各个领域的政策，这是正常的啊，这正常。那么你就不能说他改这个政策就不对，不一定。你在这个环境之下，在这个战略之下，你这个动作是对的。如果我改变了这个战略，你这个动作就未必是对的，或者是未必是契合的，我可能做一些调整，这都合理，这都合理啊！大家不要觉得这不合理，只是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的逻辑和关联，就是一个总统上来就是一个故事啊，另外一个总统上来，那这个故事就变成另外一个故事，在另外一个故事之下，那每个环节之间的关联又不一样，他的故事又不同啊，所以，事过境迁做出调整很正常，但是你说会不会没有价值？不会没有价值。大家要知道什么叫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线性的啊，线性的，国家利益永远是线性的，它不会断开的，它一定是线性，一直延续下去的。所以，如果你这个战略动作符合你的国家利益，或者是保护你的国家利益，我不相信下任总统直接把它砍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国家利益是线性的，它的政策也会是线性。所以，为什么每届政府都会告诉大家，我们会保持政策的延续性？保持政策延续性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它的利益是线性的，所以它政策也要是线性的，它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完全的切断。那是非常鲁莽的行为。你觉得有些总统他的行为很鲁莽，讲的是什么？讲他就不懂得这些道理，他就乱来一气，那就鲁莽。提问：美军驻入在新加坡，新加坡会被波及吗？波及什么？你说中美冲突吗？你不要以为我一部署军事力量就第二天就开始打仗，不是的。军事力量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军事力量首要任务不是打仗，军事力量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制止战争。你部署军事力量的第一个任务是防止出现战争，就是以武止战，就是说我在这里放一个庞大的军事力量，告诉你，你别打，打了你后果很严重，结果这场战争就没有发生。所以部署军事力量反而会让当地会更安全，因为可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小。如果你这里军事力量很薄弱，你比如说现在美军在新加坡才4艘军舰，那还是比较薄弱吧。如果美军在新加坡有一支舰队，海军舰队在那里，那我觉得现在谁有胆量去攻击美国的一个舰队呢？比如第7舰队，谁敢攻击它呢？我觉得没有几个国家能有这个能力吧，包括中国啊。所以新加坡会波及嘛？我觉得新加坡会理论上，如果真的有一个舰队在那里，新加坡应该更安全啊。观点：王老师好，中共就如同刘邦和项羽对垒，虽然绝对势力不行，但没有底线的秉性可以让他有很多的优势。对付他，如果按照常规方式很难胜利。你把中共比作刘邦，是不是太抬举他了？刘邦怎么说也算是正朔呀。中共是正朔吗？他是逆取政权，他是逆取的吧？那逆取的政权，然后他现在独裁，你怎么算刘邦呢？汉朝也有几百年的这个国祚嘛，是不是？所以第一，我不同意你把中共比作刘邦，这第一个。第二个，没有底线并不是优势。很多中国人认为，我行为没有底线，我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其实是错误的。你想一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一个这个族群，如果他没有底线的话，他会怎么样？他会被抛弃，他会被其他的国家，会被其他的人群唾弃，他的生存环境会更恶劣。只有在一个情况之下，
没有底线呢，它可能会赢。你比如说，就是荒蛮时代，就是没有秩序、没有道德约束的国际社会或者环境当中，没有底线可能会赢。我经常讲，中国历史就是没有底线的人群一直在赢，就是因为中国一直处于丛林法则当中，中国一直是处于丛林法则当中，就是自从春秋之后，礼崩乐坏之后，道德就不再存在了。中国人就变成了一群荒蛮的人，野蛮人。野蛮人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没有道德约束，就是没有什么，没有底线。所以在这个人群当中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所以你看中国的史书都是嘲笑那些有底线有道德的人，所以中国人就变成一群这样的人。但是这个世界不只有中国，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的国家。所以我们经常想中国人要检讨自己，经常检讨，哎呀，我们的科技不发达，我们这个不发达，那个不发达。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很聪明。中国人勤快吗？也挺勤快的。相比跟谁比了？但是你看看，为什么中国到现在还是这个鬼样子呢？你不觉得应该检讨一下，从这个角度去检讨一下吗？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检讨一下，你会发现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这种自信心就会没有了。所以我经常讲，中国人的那种文化自信不知道从哪里来，我真不知道从哪那种文化自信，包括我本人。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我不同意，我觉得中国人要好好的检讨一下自己的道德，从道德的角度去检讨一下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对他现在的处境有什么影响。这个是个非常，我觉得是很少人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当今世界已经不是那个荒蛮时代，二战以后其实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重要的一条什么？以及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丛林法则的时代了，但是中共仍然用丛林法则在统治中国，给我们洗脑，所以我们脑子里全是丛林法则的东西啊。参考一下，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啊，一孔之见啊。提问：台湾的飞机丢了一台，很多网络传言飞到厦门机场，压力大了，投诚了。王老师怎么看？网友说投诚的都是大陆的粉红媒体在放造谣，真去厦门，照片早就出来了，用点脑拜托。OK， 我不知道。第一，没办法确认是不是飞到了厦门啊。那么这第一，第二，网络上的确很多传言，那现在没有看到实据，什么都不能确定，只能看到实据才能确定啊。有没有可能？这种可能，什么可能性都有，只要真的没有发生，就是真相没有出来，任何可能性都可以说啊，但是没有意义啊。观点。甚至降低关税，自由开放，让国内企业没法竞争过外国企业，破产。中国老百姓还是可以给外国企业打工生活挣钱，最终受伤的只是政府垄断国企这些东西。老百姓如果过上稳定富裕的好日子，国家没了也无所谓，随便换。是这样啊，就是说很多国内的网友被洗脑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外国企业来了，我们的企业被竞争打败了，倒闭了，我们就很麻烦。其实就纯粹胡扯啊！就是说你在一个市场当中，你只要有需求，那么就会有供应，有供应就有制造商，这个制造商可能在国内也可能在国外啊。那么如果在这个市场当中有些企业倒闭了，那有些企业活下来还要请人做事，所以实际上对这些打工的人来说，谁在市场上获得更好的市场地位对他影响不大，唯一影响大的是什么？就是国企。国企才是
最不正常的企业，所以只要没有国企，这个市场都活得挺好，就是这么简单，而且这个价格一定是便宜的啊。情况还记得川普刚上任的时候减税，国内增值税应声从17变成13，笑美帝从来是解放军啊。观点：今天看到一个身在澳洲的保守派油管博主采访澳洲自由民主党领袖的视频，在视频采访中，这位参议员谈到且同意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分开的观点。由此可见，川普在对华政策上的外交影响与西方社会成效显著，可圈可点，非常正确，非常正确。我认为这是川普总统的在外交领域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第一告诉全世界中国的威胁，这第一个；第二个，把中共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分开，这非常大的贡献啊。情绪：原本今年下半年去香港就读1年制硕士，由于疫情只能在家上网课，目前看来明年入境也希望渺茫，逃离墙内的计划搁浅了，内心颇感迷茫。等疫情过去吧，我觉得这个时候一动不如一静啊，就这个时候兵荒马乱，当然你逃难是另外一回事啊。如果你有一个计划，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稳定会比较妥当一点，你参考啊。情绪：我对很多自媒体夸张的报道、无底线的博眼球很反感。王老师真的值得尊重，有自己的坚守，平和中见真性情啊，谢谢啊。情况：我是维吾尔人，我每期按时收看王老师的节目，高质量高水平，谢谢你啊，谢谢你。我希望中国的维吾尔人能够摆脱现在的处境啊，他们很困难。我希望无论是外国还是国内的网友都要关注新疆的维吾尔人，他们受到了很多的不正常的对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新疆维吾尔的这个关注我觉得最近已经低了很多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有契机的话，我会做一期这样的节目。我希望大家还是提高对新疆的关注新疆维吾尔人的处境我们一定要关注他们，好吗？提问：用独裁思维来反独裁，最后带来民主自由吗？这是个好问题。独裁思维，其实什么叫独裁思维独裁思维就是不宽容，就是说其实老实讲，你没当过老大，你真的没有独裁思维没有独裁思维。为什么？因为你没当过老大，你真的不知道独裁是什么思维。但是我理解就网友讲的独裁思维其实最根本的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不宽容。就是说我们经常不是有网友提出来说，我爸就是个粉红，我怎么做他的工作这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这样就是说他粉红就粉红嘛，他生活的场景，他的处境让他变成了个粉红，你可以帮助他，但是如果他坚持的话，你应该允许他坚持他的粉红。这是什么？这就是宽容。就是说你中国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生活状态？它有很多条件造成的。我刚才讲没有底线是一种中国人的不宽容也是另外一种。所以中国的生活状态很极端，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生存场景非常的极端，所以中国人的想法也是很极端，非黑即白，非白即黑。你要不是我的，你是我的敌人；你要不就是我的朋友战友，要不就是我的敌人，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要追求民主自由的一个这样的理想，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我们自己要做好准备，不仅仅是一个政权的问题，从价值观，从意识形态，从这种生存方式都要做很多的准备，否则你突然天掉下一个民主自由来，你也接不住一样掉地上你看看俄罗斯就知道
提问：同意王先生的文明与荒蛮的逻辑，按照这个逻辑，荒蛮没有底线，确实在目前获得一些利益，但是这些荒蛮没有底线，文明社会好像没什么抵抗能力了。文明社会不会没有抵抗能力啊，就是说这些荒蛮会没有底线，会得到一些短暂的利益，但是它会被大家抛弃、唾弃的话，你还怎么获得利益？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人非常的精明，你跟他一交往，你就会吃亏，你永远是吃亏。他见你一次面，他就会从你这拿走一些东西，不管是什么。有一些这样的人，这些人最后会怎么样？这些人最后没有人理他，因为大家永远被他占便宜，谁还愿意理他呢？那这种人最后的生存环境一定是非常恶劣的，尽管他很精明、很厉害，手段没底线，但他最终活得会比大家惨，就是这个道理啊，是这样的啊。除非什么？除非属于这个社会失去秩序，那这些没有底线的人，那可以随时去偷别人、去抢别人的，你随便干这种坏事没有关系。那是那个世界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但是在我们正常的社会当中，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想会什么后果？你说呢？问题：我爸爸是大学教授，我现在读大3。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和爸爸闹翻了，大吵一架，是我们一起看内宣节目。我跟爸爸说，国家现在有多强大，我很崇拜习主席，爸爸却跟我说了很多我党的黑历史。之后我认为爸爸在臆想乱说，于是大吵一架，很久不理我爸爸。前段时间同学教会我翻墙，我明白了许多。之前跟我爸爸吵架真是不应该，但为什么从小到大我爸爸都没有跟我讲过什么共产党的历史，翻墙也没教过我。他大概是你还小，可能如果很早的跟你讲这些东西，你不会保护自己，会给你带来麻烦。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因素啊。但是我觉得上大学就应该教了吧，如果你爸有心的话啊，上大学是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啊，那么那个时候可以慢慢的告诉你一些你爸的认识的这种社会啊、历史啊、政治啊因素，可以慢慢的我是这么觉得啊。如果我女儿上大学，我会慢慢的跟她交流一些这方面的看法啊。观点：人都活不下去了，还怎么会有底线？和一个快饿死的人谈什么道德不道德？这不仅仅是中国人，全世界都这样吧？国内的绝大部分人都在为生存奔波，哪里还有时间去谈理想、民主、自由？这就是应了我那句话：民主自由不能当饭吃，但是没有民主自由，饭都没得吃。这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这个意思。你慢慢琢磨一下，好不好？观点：集权国家不可能有盟友，能从政的外国人都能看清楚其他政权的本质，所以新闻里整天说双方进一步增强了政治互信，就这么增强了几十年，没听过英语国家新闻说过自己的外交增强了什么政治互信啊？情况建议大家搜一下电视剧《风筝》里剪掉的一段关于文革的评价，无知、无德、无产那一段说的太露骨，被剪了。OK。观点：中国人把中华5000年的历史都放在了70年里，诸子百家的思想再光辉灿烂，和现在的中国人也没半点关系。文化自信可能来自于不要脸。OK。提问：王老师，父母在国内想申请签证让他们过来探亲，您说这个时候应该申请还是再等等？申请得到吗？现在很多都没开呢吧？现在你航班都没通，你怎么过来呢？我觉得如果能做到也无不可啊，对吧？也无不可啊。问题是你现在能不能做到的问题啊？因为我觉得现在疫情从现在的情况来看，2点。第一点，你现在大概安排也差不多到了年底到明年年初才能实现了。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情况也
基本上稳定了吧？如果是美国的话啊。提问王老师情绪，王老师的中立分析一定压力很大，不过这也是我们最支持您的原因。我保持新闻中立，保持客观，这倒没压力，我只是我的工作模式，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在我的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我做新闻一定是客观中立，这个没有，这是我们的工作原则我没有压力，我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会遇到一些麻烦遇到什么麻烦？就是你一碰到美国大选这样的议题那么左边的和右边的都不允许你中立我昨天我在我们的评论里面，我删掉了三五条这样的帖子就是说你很中立不错啊，但是那么中立也没那么好，你还是得选个边吧，就是他不让你选边，不让你中立，你必须选边。就是你会遇到一些这样的麻烦，但是这个麻烦对我来说没有压力，我只是觉得我不想惹麻烦，我也不想跟他聊这些，所以我就把它删掉了，就这样情绪，希望看到蓬佩奥国务卿出来竞选总统，提名卢比奥参议员作为外交部长，班农参议员作为国防部长的内阁。那如果你让班农去当国防部长，那可能会有麻烦提问王老师，有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如果中共真的哪一天垮台了，虽然我知道这很难，但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们现在好像还没有看到有什么政治势力可以支撑全局情龙，王老师指点一下。这就是你中共一直在用这个局面来威胁大家，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独裁是我独裁但是你想一下，如果万一我倒下了，中国就军阀混战中国描述一个混乱的局面就叫军阀混战军阀混战了，大家就受苦了，这就是一个威胁，中共的威胁。政治势力是什么？大家知道什么叫政治势力吗？政治势力就是我愿意出来为大家做事的那个代表，就叫政治势力。那我一点都不觉得中国缺一帮子人出来帮大家做事的人，我觉得不缺。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我觉得这只是中共的一个恐吓老百姓的一个托词而已。你不信试试看，政治势力，你想一下，你们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需要多长时间？3天够了吧？不就行了吗？就是这么简单。业主委员会是什么？业主委员会就是政治势力，一点都不难你说有没有人比共产党干得好？我可以明确的说共产党治理中国是怀着深深的恶意，它叫恶意。恶意是什么？恶意就是诚心把事往坏里砸，才叫恶意，才会有中国今天。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中共是什么？负能量，它是个负的能量，它没有了，中国会更好。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情况，阿拉巴马州本人10天前全家得了武汉肺炎，最小的7岁、16岁、39岁、40岁，最老的73岁。因为我本人有哮喘，反应更严重，我和老人住院3天，今天出院，治疗水平超高，氧气、呼吸器，就算没有床位，如果需要也能得到，只听说害怕，很害怕，自己经历了，一点也不怕了。我是这么说就是我昨天还跟人聊这个事情，我还是坚持认为武汉肺炎疫情到今天应该和流感是差不多的了，就是它的毒性是持续下降持续下降，因为它不能让宿主死掉，宿主死掉它还得传播到另外一个人，他才能活下去才能延续下去。所以它它的病毒的这种代谢这种叫什么迭代会让这个毒性不断的下降，来维持它的延续。所
所以理论上来说，我觉得流感其实也会死很多人的，流感是会死很多人的，一样的。所以，现在的武汉肺炎应该和流感是差不多，这是第一个，所以不必那么恐惧，这第一条。第二条，现在影响最大的就是有基础病的人。什么叫基础病？就是你原来有高血压、心脏病、肝有问题，都有问老年人的这种老年病，各种病，那疫情对他的冲击影响很大。如果不是的话，理论上来说影响都不会太大啊。如果你身体正常，比如说很健康啊，这肌肉男不用到那个程度，就是你一个正常的人，你得到正常的治疗，然后你就应该没有那么恐怖的结果啊。观点：年 GDP 上百万亿的国家，却说吃不饱饭，不考虑民主，笑死人了。怎么不想想为啥 GDP 上百万亿的国家为啥吃不饱饭？OK， 好，明谢一下，阮光能，谢谢。云租，谢谢，请王先生喝杯咖啡。您的节目每期必看，非常喜欢和支持您的逻辑思维和观点，多数时候看重播，但我必定点赞，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再见。